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自西易。今天来和大家讲一个故事，一个我从旁观者角度看到的我曾经的单女榜样的故事。故事的开头是在10多年前，那时候我在国内，刚刚20出头，周围的声音要么是考研，要么是考公，要么是结婚，这些我都不想，只想出国，却没有钱，也找不到其他出国的途径，整个人是一个比较迷茫的状态。那时候的我对女权的了解仅仅只是争取男女同工同酬啊，女性有爱美的自由啊，有当家庭主妇的自由，这种很初级的阶段。那时候很流行用微博嘛，我刷着刷着，有一天就刷到有人在吵架，有个男账号在骂一个女账号，说你好丑好恶心。我抱着一种好奇的心态，就点开了被骂的那个女账号，想看看到底是有多丑多恶心。结果这一看，我就知道那男的肯定是瞎了，因为这个女生在主页里发的照片都是非常非常强壮的肌肉照，类似这种。那时候的我就震惊了，觉得这种女人好强壮好酷，赶紧就关注了。后来我慢慢的去了解她，就越来越欣赏她。她在国内的一个大城市生活，应该是在外企，学历很高，英文很好，很爱健身，也不化妆，还养了一个很可爱的小狗。在微博里说话特别酷，比如他说女人要学会自私自利，不要那么温柔和体贴。比如他说爸妈不好又没用，就甩掉，不要理他们，不要想着父母为自己好就委屈自己。比如他说女人最重要的就是搞钱，可以把男人当成工具，但是不要当回事。比如他说不要睡丑男，要睡就睡帅的，有肌肉的，多金的。也不要生娃，因为会耽误自己，影响搞钱和自由的生活。这些内容我以前的生活完全没有听说过，自己也没有想过，所以就会被震撼到，觉得哇，这样的女人也太酷了吧。后来她的粉丝多了，就建了一个群，只要女粉丝加入，那是我进的第一个全女的群，印象特别深。我记得她在群公告里说，不要讨论婚恋生育的那些破事，女人要进取，要自由，要搞钱，不要老是纠缠这种情情爱爱的东西，很浪费时间，又浪费大家的精力。有什么就自己去解决，解决不了发在网上，回头又继续纠缠，真的很废物。哇，我那个时候真的太欣赏他了，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不喜欢有人一直在讲恋爱事情的人。现在知道这种行为叫恋爱脑嘛，已经被过街喊打了，但那时候身边很多人都是这种，就很烦。这个姐姐的大女人行为就让我开启了新的思路，也发现原来在远方的一个大城市里有这样一个有力量又自由的姐姐，这给了我很多能量。就这样关注她了好几年，看着她说自己的生活，自己的工作，也看着她游走于充斥着老外的工作场合和社交娱乐场合，听着她说对不同男人的评论和故事。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，他们变成了一个固定的他。后来他更新少了，我工作和生活也忙了，群里也不再热闹了。偶尔去看他的主页，就发现他订婚了，被求婚了，结婚了，婚绿移民了，定居北美了。看到她和她老公合影的那天，我很疑惑，她不是说她最热爱健身，一辈子都要有肌肉吗？疑惑她不是说她只是肌肉帅哥吗？疑惑她不是说女人搞钱和自由最重要吗？怎么她的肌肉不见了？怎么她老公是老老的、秃秃的、胖胖的？怎么她为了婚姻辞职，远走他乡了？再后来，我不再玩微博，只是从群里、朋友圈里看到她的动态，看到她分享她在北美的日常生活和创业经历，发一些心灵鸡汤或者成功学的名言警句。我知道她应该过得很好，只是她不再是一开始我欣赏的那个女人了，我慢慢的就忘了她。直到前段时间，我又一次在互联网上刷到了她，只是这次我们都是在国外的平台，我一看就知道是她，但和我熟悉的她已相去甚远。她现在就是一个常见的嫁给了老外的华人女子的样子，虽然她的表达能力还是很好，个人能量还是很高，也还是那么爱创业爱搞钱，但是她身上的婚女味已经冲破天际了。我发现她的头像是一家3口，发现她有了男宝，发现她完全没有健身痕迹，
发现她老公更老、更秃、更胖了。我抱着复杂的心情浏览了一下她的现状。客观来说，或者说从世俗角度来说，她过得应该很好，只是我看着她的时候，觉得我对她的欣赏已经荡然无存，只剩唏嘘。我不否认曾经的她带给我那些正面的能量，我依然非常感谢她。我尊重她的个人生活和选择，只是我不再关心她现在的婚礼生活。现在的她对我最大的意义，就是让我意识到这10多年来，这一路我走了多远。她让我再次意识到，即使一个女人有朴素的女权意识，有类似自然女的思考视角和生活方式，但如果不排男，依然会陷入男权设置好的既定命运，一步步从沾男、爱男到最终生男，再也没有退路。不仅忘记了当初的自己，远离了全女的社群，还把和大男小男在一起组成家庭当成了他这辈子最大的幸福和荣耀。曾经的他对我来说多么先进，让我看到了另一种态度和生活的可能性。而如今我们早已分道扬镳，各有阵营。我又想到很多我曾经欣赏喜欢过的女性博主，包括女权博主。我已经很久没有登录国内的社交平台，不再清楚他们的生活现状和思想发展。也许有人在继续呼喊、输出、奋斗，有人专注于经营自己的学业、事业、个人成长，这两者都很好。当然，也肯定有人去追寻向下的自由，这也是一种选择。但是我不认为我需要关心这些，因为他们都和我无关。他们曾经在我的视野里出现，给了那时候的我需要的能量和新的思想，这就够了。他们后来如何生活，如何选择，是他们自己的事，不代表任何。重要的是我在不停进步，一往无前。我能从不同的人身上学到我想学的东西，也能理解一个人会发生变化，可能变好，也可能变糟，或者说可能离我更近，也可能离我更远。这并不代表曾经的一切没有用。我认为没有偶像，只有某一时刻的榜样，给你当下所需要的力量。我可以自己判断和选择我前方的路，而不是被偏见和感情限制思维和行动。我还是很感谢他们曾经对我的帮助，但我也会毫不犹豫地抛弃他们，向着我想要的远方奔跑。我不跟随，也无法带领任何人，因为我的路上永远只有我自己。我是思希艺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